Hello，各位小伙伴，下面的话呢，咱们就正式的进入 Langchain 1.2 版本的学习。首先呢，大家看到这里一共有4个文件目录，分别对应的叫课件、资料、代码和视频。大家呢都可以通过网盘的方式呢进行获取。那这里呢，咱们直接打开课件。那映入大家眼里呢，一共有11个章节，这就是咱们要讲解的 1.2 版本的所有内容了。那相较于之前 0.3 版本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尤其呢是在这样的一些章节当中，比如说第2章模型创建与调用，第5章 Tools。结构化输出、智能体、中间件、上下文与记忆、MCP 与 Skills， 这些章节当中我们相较于之前的 0.3 版本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所以这里呢，如果有的小伙伴你看过我之前录制的 0.3 版本的话，那这里呢你要想快速的升级，你就直接呢看这些章节就可以了。那如果呢大家你没有看过之前的 0.3 版本，那这里呢就从头开始学习就行。OK， 那我们这儿呢就直接来打开第1章，叫 Langchain 1.2 的一个概述。那我们学习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可以通过3个角度。第一个呢叫做 Why， 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第二呢叫做 What， 这个东西是什么？第3个呢就是 How， 如何呢去使用这个东西？那我们从第3节包括后续的所有章节都是在讲解 How 的所以呢回过来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 Langchain？ 那首先呢是看到这样一张图，从传统应用到智能体时代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一共经历过 PC 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现在呢进入到了 AI 智能化的时代。那么前2个时代的一个典型的时间线呢，大概呢是2011年左右。随着安卓和 iOS 是吧这样的2套系统的崛起，那我们被拉入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咱们这个小伙伴应该都是在 PC 互联网时代出生的，对吧？应该不至于说现在这个是2011年之后出生的那可能学这套课程呢还有点早。那么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呢，经历了过10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我们生活中接触的各种各样的 App， 其实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呢出现的。那么移动互联网时代到这个 AI 智能化时代的一个典型的事件呢，应该是2022年10月份，随着 ChatGPT 的一个快速的爆火，那我们就被拉入到了 AI 智能化的时代。那么大家现在身边的各个小伙伴恐怕呢没有一个人不了解大模型。是吧？你包括我的这个爸妈是吧？年龄都已经很大了，他们现在也知道大模型，也知道 AI， 还得用豆包，还得用这个阿里出的那个阿福是吧？等等。OK 那我们既然进入到 AI 智能化时代了才有了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 Langchain 框架以前呢你是肯定没听说过的，对吧 ？OK， 好，那么接着的话呢，我们来看第2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学习 Langchain 呢？这里呢就提到了大语言模型的局限性。那我这儿呢列出来了3个问题。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叫知识受限于训练数据。那我们知道大模型的大主要指的是这个语料呢是非常庞大的。那既然呢语料庞大呢，它就会有一个收集的时间节点，比如说呢它的语料呢是截止到2023年的年底那基于这些语料呢我们进行训练然后产生的这个大模型。那如果说呢你问的是一些2023年之后的一些新知识，比如说后续出现的这个奥运会世界杯你在跟大模型进行交互的时候，它就完全不懂。所以呢我们这呢就是它的第一个局限性。那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说，不对我现在使用豆包的时候呢，我问他一些实时的信息一些新闻他也懂注意那是因为它已经具备了一些联网的功能了。而这个一提到联网，其实这里边就提到了第2个点，就是大模型呢它天然的是不能够去连接互联网的，也不能够调用外部的一些 API， 包括呢去调用数据库那有小伙伴说，那为啥豆包可以呢？注意那个豆包不是我们理解的最初的那个大模型了，它其实是一个具体的应用一会儿咱们来讲。所以这儿呢就咱们提到第2点，这个大模型它就像是个大脑一样，它没有四肢，也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它不能够去调用它的这些四肢五感是吧？它呢去做一些操作。这儿呢就是它的第2个问题，它只能提供一些想法，只能当一个军师是吧？具体的操作的话呢它都做不了。这是第2个问题。第3个问题呢，说不具备状态的保持能力，就是上下文记忆的问题。比如说你跟大模型交互的时候呢，你告诉他说我叫小明，然后呢你一会儿问着聊着聊的时候，你再问他说我叫什么，他不记得你叫小明了，就是他没有上下文的一个记忆功能。那这点的话呢，是不是就体验就很差了你像我们生活当中有多年的老朋友我们叫老铁。那为什么说你们关系很铁呢？因为他记得很多你以前的那些糗事是吧？如果他都不记得了，你总感觉好像跟他交互起来是不是体验要更差一些OK 所以呢大模型天然是不具备上下文记忆的能力的。这儿呢就是我们要面对的3个问题。那要想解决这3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呢借助于 Langchain 去构建具体的应用。好，那一提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就提到了 Langchain 框架的一个定位。这张图当中我们看到一共有3层，分别对应的叫大模型层、
Langchain 呢叫中间层，还有具体的应用。咱们现在呢其实已经接触到一些具体的 AI 应用了，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豆包，包括像元宝，包括呢我们使用的像淘宝、京东等等这样的一些移动互联网时代呢出现的一些 App， 它们呢也加入了很多的 AI 功能。OK， 那么我们要想利用这个大模型的能力让它呢在相关的应用当中进行体现，我们就不得不去考虑中间这一层叫做 Langchain。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呢除了 Langchain 之外呢其他的框架就不能学。Langchain 呢只不过呢是我们把大模型落地成应用的首选。这里边就提到了它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呢叫连接大模型与应用。我们要想让这个大模型能够去检索数据库检索网络，调用具体的 API 和文件系统，我们就需要呢借助于 Langchain 的能力。这是第一个，对吧？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 Langchain 我们后续呢就会看到它提供了非常多的模块。那基于这些模块呢，咱们就可以呢一致的去调用多种大模型，组织提示词，管理上下文状态包括呢集成外部工具呢与数据源。那么这样的一些功能的出现都是为了我们更大的一个事儿，就是来构建智能体。智能体这个词呢，从2025年去年开始就特别火了，想必呢大家多少也都听过，英文呢叫做 agent。这个智能体其实也是咱们作为大模型用的一个主要的体现OK， 好，那么这个智能体当中我们就会涉及到了工具的调用，包括记忆的一个体现。那么这样的一些功能咱们都可以通过 Langchain 呢进行封装，最终呢去构建具备推理与行动能力的智能体。OK，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提到了Langchain， 你看它处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非常重要的一个中间位置还有它具体的功能，大家呢体会一下就行。好，那么下面这张图呢就体现了 Langchain 具体的应用场景。一说到这儿呢首先呢提到一点我也在直播经常直播的时候呢，很多小伙伴就说说这个康叔我知道现在大模型特别火，但是这个大模型我到底该怎么学呢？我到底都学点什么呢？是吧？它到底都能干什么呀？是吧？都说这么火，那企业里边是吧？移动互联网这些公司里边招聘都干什么呀？那么通过这张图咱们就能很清晰的说清楚这个事儿。你比如说，我们首先能做的第一个事儿呢，叫检索增强生成。这个叫 RAG， 其实呢就是构建企业的知识库。这儿呢也是大模型具体的落地应用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就是做企业知识库的。那比如说你这个医疗的是吧？你问的一些问题，它特别的专业，就是因为它构建了非常完备的医疗体系的知识库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也是能够增强我们后期智能体的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然后第二的话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构建 agent 的智能体现在我们一提到这个具体的大模型应用，似乎呢就等价于叫智能体了其实呢智能体只是它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尤其呢是构建多智能体。再过几年的话呢，恐怕这个具身智能就会走入千家万户。那么大家跟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交互的时候，它能够听懂你各种各样的这个语言还可以呢它具体的去操作是吧？其实这里边都是多智能体的协作。这个大家呢可以作为重点关注。然后呢下一个呢叫做对话系统与聊天机器人大家现在可能也都接触到过一些这个骚扰电话是吧？一听呢就是 AI 来给你打的。包括呢我们使用这个京东淘宝的时候它呢在具体的跟客服进行聊天的时候呢，你发现呢也首先是 AI 聊天机器人那这儿呢也是大模型应用的一个具体的体现下边还有这个多模态的场景，比如说我们涉及到了跟图片、语音还有这个视觉是吧进行交互的时候那这儿呢都是多模态的场景我们都可以呢这个借助于 Langchain 去实现。然后下面的话呢，涉及到这个内容生成与自动化写作现在很多自媒体是不是都借助大模型去做这个事儿OK， 然后下边还涉及到叫数据的连接与处理，比如说我们在整个大模型的课程当中，咱们会讲解到这种问数的项目NL to Circle这个呢其实就是把原来的大数据的很多的场景我们借助于 AI 呢进行了一个实现。这儿呢都是大模型具体的应用场景，而且这些应用场景咱们都可以借助于 Langchain 进行实现所以呢我讲解这个事儿的主要目的倒不是说 Langchain而是说呢大家你知道呢大模型现在落地到底都能干什么是吧？一说到这儿的话呢，我想再额外的说一句咱们学习 Langchain 的一个目的，除了我们要做这些应用之外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大家呢想要去学这个大模型，你可能打开这个小破站然后呢你搜索一下这个大模型发现呢天天都有更新之前的一个 MCP， 后来一个 Skills， 昨天又出了这个龙虾是吧？养虾还没养明白呢，现在又开始养马了明天又开始有新的东西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学习了，啊，就是都乱套了，是吧？那么这里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刚才提到的龙虾也好，爱马仕也好，它们其实都是具体的应用。那么构建这些应用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去借助 Longchain 这样的框架。所以呢，设计框架的这些人，其实一定程度来讲呢，他们是具备前瞻性的，因为他们开发出来了框架和工具了，是不是？你借助于这些工具呢，才可以去开发具体的应用啊。所以呢，大家你不要呢陷到这个应用这个层面呢眼花缭乱的，你把这个视野呢定位到这个 Longchain 你把这个 Longchain 呢学习完以后，比如说我们这里边要讲解的11个章节，大家你回过去再去看我们具体的应用，其实呢你发现呢心里边就特别的有底所以呢结合以上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大家呢就非常清晰的知道咱们为什么要讲解 Longchain 了。